里长的聪明女儿。就像众所皆知的那样，马加氏国王常常微服私访，周游了各个地方。有一次，他走在一个小村子里，视察民间生活。当地里长的房子外有一块牌匾，上面写着：“这里住着村里的里长，他的生活无忧无虑。”马加氏国王仔细看了看，记下了里长的地址。哈，如果你的生活无忧无虑，那我来给你搞点麻烦。没心没肺地做着里长，还这么沾沾自喜。不久，马加氏国王回到宫殿。国王宫殿里有各种壶，有水壶，也有石壶。石壶里灌进水就会叮叮当当响。其中有一个石壶侧面破了一个洞，马加氏国王让人将他送到里长那里，让他补好破洞，如若不成，就让他人头落地。里长收到壶和信后，陷入极大的忧愁中，他绞尽脑汁，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。他18岁的女儿关心地问道：“父亲，除了这几天外，我从未见您如此悲伤。告诉我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的悲伤？”“女儿啊，告诉你有何用？你也无法帮到我。”“父亲，也许我可以帮到您呢。”“听我说，我亲爱的女儿，国王陛下派人送来一个石壶让我修补，修不好的话，我就要掉脑袋。”“啊，父亲，原来您是为此这么伤心，为此伤脑筋啊！请您将壶送回给国王，让他将壶翻过来，因为所有衣服都得翻过来才能补啊。”“好主意！”他将壶送回国王那里，送给马加氏国王。马加氏国王想，有点意思，确实如此，石壶是翻不过来的。之后，国王又送来一块磨盘，让里长给磨盘剥皮。里长先生再一次陷入忧愁中，心想这次肯定要掉脑袋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给磨盘剥皮。他的女儿又问：“父亲，您为什么又如此悲伤？”“我亲爱的女儿，这次你无法帮我了。”“或许可以呢，父亲。”“这次国王陛下送来一块磨盘，让我给他剥皮，如若不成，还是人头落地。”“啊，父亲，您为此烦恼呀？您尽管将磨盘送回，并写信告诉国王陛下，请他先给磨盘放血，因为只有先将动物的脖子切开，放干血，才能剥皮，所以他也要先将磨盘放血才行。”里长将磨盘送回给国王。此后，国王召见里长。里长前去觐见，心里大概想着将得到奖赏，但国王让他回答这些主意是谁出的。里长毫无保留地答道：“
我有一个18岁的女儿。这2件事啊，都是他的主意。很好，里长，没错，你回去，把我的命令转达给你女儿，让她来布达禁戒，不许穿衣服，也不许裸体，不许骑马，不许乘马车，也不许步行，既要也不要给我带礼物。如若不成，则让她人头落地。不用说，父亲非常悲伤地回到了家。他向女儿传达国王陛下的命令，这些命令是做不到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里长告诉女儿：“哎呀，女儿，你完了！”为什么，父亲？国王陛下说啊，让你去布达禁戒，但不许穿衣服，也不许裸体，然后不许骑马，也不许乘马车，不许走路上，也不许走路边，既要也不要带礼物。好的，父亲，我去，不必为此担心。父亲，没问题的。女孩开始脱去衣服，她赤身裸体，除了胸罩外别无其他，既不是完全裸体，也没有穿衣服，只有胸罩，没有其他，也没有衣服。她抓了一只山羊，一只脚踩在山羊身上，另一只脚则走在路边。她抓了一只白鸽，就这样，她前往布达觐见国王。抵达时，国王看到这奇迹般的场面，还以为是什么骑兵走了过来。这时，女孩说道：“国王陛下，我是奉您的命令而来，请看这份礼物。”她将鸽子放在手心，鸽子飞走了，既送了又没送礼物，因为鸽子飞走了。国王说道：“啊，亲爱的姑娘，很好，但应该把你的下身遮住。”女孩回答道：“国王陛下，上帝为我创造了她，我不必感到羞愧。但我的乳房是我养大的，为此我感到羞愧，所以遮住了它。”于是国王奖励了女孩，这就是结局。